兄弟们，我是堂主。我想跟大家聊几句心里话啊。这两天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在我们的易车正骨计划这个账号上面，然后这个视频非常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车的前任车主用自来水来保养这个发动机，用烂机油来保养这个发动机，然后我们非常愤怒，在视频里面疯狂的攻击这个前任车主，然后就引来了一群圣母，而且这种圣母不是一个两个啊，如果是一个两个，我根本就不会在乎。而是这两天成群结片的会有人不断的有人过来来告诉我我不应该人身攻击，我应该要保持斯文，我应该要保持克制我不应该这么没有素质。怎么说这个事情呢？他们骂我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你买的便宜，谁让你捡便宜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买车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检查你自己看不出来还怪别人。第三个骂我的理由呢是说，人家自己的车，人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有什么权利去骂人家？首先我要在此澄清一点我说的这个前任车主其实不是指具体卖车给胡康的这个卖家，因为很有可能这种车过户次数已经很多了，不一定是卖他车的这个人他用自来水保养的。而且我们从发动机里面看那个水渍，那个锈蚀的痕迹，也不是最近这一两年能弄出来的，反正长年累月导致的。对。然后，所以我们不是具体针对上一任卖他车的这个人，而是具体针对那个用自来水来保养的这个傻卖家。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骂他就是个傻为什么说他是个傻呢？你他的自己拿自来水保养，这的确我骂你骂不着，但是你把这车拿出来卖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敢打200%的保票，这个人当初卖车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对买他车的人说，我这个车用自来水保养的，我这个车用这个垃圾机油保养的，他绝对不可能说。但是他就这么着往外卖，那这是你的不对吧？因为你自己用自己的车的确别人外人没有办法说你，但是你要拿它当商品出来卖，这就涉嫌欺诈了吧，对吧？然后其次有很多人说我们这个车是因为贪便宜捡便宜是因为车价太便宜了，所以我们才吃这个亏怎么着？其实说实话，胡康呢，他对二手车不太了解，他买这个车之前的确问过我，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车正常价格就是2-3万块钱，然后他就觉得我靠，2万多块钱买一台凯迪拉克当年的 V6 后驱车，太便宜了。其实正常就这个价，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这种年份这种类型的 BBA 或者别的品牌，就是比凯迪拉克更受欢迎的一些品牌的这种类型的车，其实差不多也就5-6万块钱。那凯迪拉克保值率本来就相对低一点，这个只要你稍微了解一点二手车行情你就知道，对吧？所以其实对于胡康，他觉得他买这个车很便宜，但是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价格，并不是一个多简陋的价格，只是胡康买都买了，他开回来了，我总不能说其实你这个就是正常价，对吧？多打击人，不太好嘛。我也退不掉对呀，他买都买了然后再其次，还有的人说说这个车你买过来你们也不检查什么的。首先我告诉你，这种毛病是非常不好检查。哪怕我做了这么多年二手车，我哪怕当天跟着胡康一块去看这个车，而不是买盲盒，我都不敢保证100%能看出来这个车的毛病，它全都出在里面。除非你把车拆了或者你把机油壶盖拆了，或者把冷却液壶盖拆了，才能看出来很多人这么想，对不对？其实错了，因为这个车7月份买来的时候，胡康当时买过来的大概1个礼拜之内，他就给这个车机油、变速箱油机械水泵都换了。他的冷却液换了新的之后，开了3个月还是2个月，让我们开始做正常的这个大的整备。后来我们拆开发动机一看，它后换的那些冷却液根本就没有进入到这个发动机里面，这个发动机里面还是自来水，外面的水箱这些水是有颜色的冷却液当天我们看视频其实就能看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胡康他不懂，他当时换冷却液的时候，他其实有一帧镜头恰好就拍到了换接水泵的时候，那个水管里面到处都是锈蚀的痕迹，但他不懂，他以为那个发动机里面就是那样。那么问题来了，兄弟们，假设
这个车子我们没有打算整备，一车没有打算赞助，大家也没有在上一个视频点赞到5万啊。那这个车呢，胡姐他开一阵之后，他觉得腻了或者想换别的车的时候，那他就会卖，对不对？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车子里面是这种状况，他还觉得自己把所有的准备做好了，他还觉得自己这个车况开了1万多公里啥毛病没有，他肯定会觉得这个车况很好，他会往外卖，而且他大概率会通过我往外卖。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那个下任买家从我这儿买到了胡姐的这个车，精心准备了，但实际上发动机里面还是很糟糕的这个车啊，他有一天去换水的时候，换冷却液的时候啊，这发现了发动机里面啊这种状况，那我想请问一下，今天骂我的那些人还骂我吗？因为你们骂我的原因是什么？是啊，你捡便宜啊，这个是吧？没看出来，那是你自己活该。人家的车，人想怎么样就怎么用啊，你有什么权利骂别人？那 OK 啊，如果我卖出来这种车，你们还会骂我吗？我相信到时候骂我卖的最狠的就是你们，因为你们这些人没有原则，你们连三观都没有，你们三观非常的歪。就这种用自来水，对吧？这种卖家他自己用什么车，的确我们没有资格骂他，但是他拿出来卖，就是他的不对。我话说完，就这个，真的。那如果你认为我说的不对，那如果假设我们没有准备，我们往外卖，有人过来，就是我们的客户过来找我麻烦，你也不应该骂我，对吧？但是很显然你们是做不到的，所以你们的逻辑从里到外就是有问题的，太双标了。对，所以就引申出来第4点，就是做人不要太双标。我本来其实真的不想这个今天来录这个视频的，但真的忍不住，因为我发现这种人不是1个2个，而是一大片。我本来以为这种评论可能就1条2条，其实我就前2天我都没放在心上，但是我发现每天都有这种人过来。但是这种人，我觉得你们的三观真的有问题，没别的。当然你也可以觉得我三观有问题，无所谓，我只是把这些话说出来而已。网友们自然会做出很公正的评价，对吧？谁对谁错，大家都自有公论吧。啊，对，我还记得有一条评论说特别经典，说这个车在人家车里，人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人哪怕把车砸了，你也不能骂他。那我告诉你，如果他把车砸了，我的确不会骂他，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但是他拿出来卖，我还真就有资格骂他。还有，我跟你说，就但凡是说这种评论的人，只是因为这种事儿没有落在你身上而已。如果这种事落你身上，这种人会跳起来比我们还要激动。对，不是他就是一个道理嘛，他自己用，他怎么用的，他砸了也没事，但是他砸了以后，把它叭拼在一起修复，告诉你说啊，我这车正常车卖给你了，这是不合理的。你要是卖给我说，告诉我了，说我这车砸了的卖给你，给你一个合理的价格，你无法拒绝的价格，我觉得是很合理，没毛病，对吧？我以一个砸了的车的价格买一个砸了的车，很合理。但是你不能让我以一个正常的车的价格买了一个砸了的车，这是不合理的。那我肯定要骂你。还有一点，有些人骂我们说，啊，我们是吃了这个亏，怎么着，恼羞成怒什么的。其实我们没有吃亏，这一期我们修车都没花钱，啊，一车给我们赞助的，一共修了8万多块钱，里面有2万多块钱是工时费，我们工时费就免费给我们的员工，无所谓，多兄弟。其实真正花钱的就花了6万块钱嘛，一车给我们报了5万5，我们自己掏钱其实就掏了4、5千块钱。这个钱难道我还掏不起吗？还有一个什么点呢？我觉得啊，就是现在这个车，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说它用坏的水、坏的机油，对吧？这些问题是非常非常难，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找出来的。不拆开发动机的情况下很难发现，这就发现不了。那么问题来了，你如果去鉴定一台车，你要看这个车的这个冷却液啊，它里面是不是自来水？你是不是只能最多看看那个冷却液壶里面是不是带颜色的？是第一种方法，对吧？第二种方法就是把那个水箱壶的盖打开，然后看水箱里面的这个冷却液的颜色对不对？但是康总他把这个车保养完了之后，恰好这里面都是新鲜的冷却液啊，你要打开看，它绝对是好的，但是它发动机里面就是那一副糟样子。所以你光鉴定的话，你不拆东西，你很难发现。但是各位，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去买车，
没交钱的情况下，人家会让你拆吗？不可能啊！何况是拆水管、拆油管，怎么可能呢，兄弟？所以我觉得有些哥们儿，你要是不太懂啊，你就不要在那劝别人大度。你没有经历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没有砸你脑袋上，对吧？你当然乐着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但是你做这种事情做多了，容易遭雷劈。而且我跟你说，还有一个问题啊，易车爸爸给我们赞助5万5，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修这个发动机。对，我可以把它内饰弄得很漂亮，可以把它其他的东西换得更精致一点，换改装件啊，换改装轮毂、改装避震，乱七八糟的。发动机其实它用着好好的，没什么问题，真的。虎检开过来之后开了1万多公里，啥问题没有，就是有一些故障码什么的，但是不耽误正常开，也不会把它抛在路上。那我们就算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不修的，开一阵往外卖了，完了，对吧？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要往外卖，卖出去10年8年，人可能也会找上来。所以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不行啊。其他的我就不想说了，大概就这些吧。我是堂主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